各位看官，大家晚上好。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娱乐圈，有千古难题：互联网到底有没有记忆？有人说，明星的黑料就像沙滩上的脚印，浪潮汹涌，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脚印踩得太深，浪冲不走，甚至还变成了化石。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段位极高，她白天是人称颂的国民贤妻，替夫还债的现代侠女，可到了晚上，传说中她却成了制片人拍摄里的常客，被同行暗讽技术过硬。更震动的是，当全网都在扒黑历史的时候，她摇身一变，添置一身红袍，竟然变成了福建当地的神明妈祖。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玄学的护体？我们先别急着拜神，先聊来聊做人。现在的娱乐圈真的越来越像个笑话了。你早上还在手机上舔屏，欣赏爱豆的绝世美颜，感叹这是什么神仙下凡，结果到了晚上，啪的一声，房子蹲了。不是偷税漏税，就是睡粉选妃，或者就是私生活搅得让你三观炸裂。第二天你再想去搜这个人的名字，找到查无此人，直接被互联网除名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女主角刘涛，她可不是一般的塌房咖，她的房塌了一半竟然能迅速的修回去，甚至还能盖得比以前更高。这事儿本一般人真学不来。最近关于刘涛的黑料又开始在网上疯传，起因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韩雪。大家都知道韩雪在娱乐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最终属于那种我不惹事儿但也别惹我的类型。韩雪曾经在某个公开场合说过意味着深长的话，她爆料说某位女星要上位简直没有下限，甚至直接放弃了道德底线。最劲爆的是，韩雪还特意强调了一句，那位女星的那方面技术非常好。这话一出，简直就是一颗深水炸弹。虽然韩雪没有指名道姓，但吃群众瓜的鼻子那是比警犬还灵。结合各种线索，大家都把目光锁定了素有国民女神之称的刘涛。首先，韩雪不缺钱不缺名，她没必要靠造谣来蹭热度。其次，这不是韩雪第一次内涵刘涛了。早前在某档节目里，韩雪就公然吐槽过，她说某位女星架子大得让人哭笑不得，进剧组要带一批助理，指使助理干杂活也够了，连喝水的杯子都要助理擦干净再递到手中，仿佛自己没有长手一样。当时还有照片为证，虽然打了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谁。韩雪这波操作基本属于实锤了，刘涛打大牌。所以当韩雪再次爆料上位史和技术论时，网友们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开始回过味儿来。我们顾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个温婉贤淑、为夫还债的刘涛，真的只是一张画皮。那张完美的贤妻面具下，什么样藏着怎样一张心机深沉的脸？前来的是一系列让人目瞪口呆的标签：心机女、绿茶、嫌贫爱富，甚至是多人睡觉。这些餐具沾上一个都够女明星喝一壶的。刘涛希望集齐了。要说刘涛主流的黑料，那绝对不开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咏鹅事件。这件事得过去2003年，那是张纪中版《天龙八部》拍摄的时候。这部剧可以说是刘涛的成名作，她在里面吃阿朱，那个温婉可人，最后为爱牺牲的角色，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她和胡军吃的乔峰，在戏里那是恩爱有加，生死相许。但谁能想到，戏里的深情竟然到了戏外，而且形成了一种非常狂野的方式。据当时的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剧组在深山老林里拍戏，条件非常寒冷。为了节省上下山的时间，导演决定大家都在山里过夜。这本来是为了工作，结果却成了某些人加班的绝佳场所。每天晚上深人静，大家都累得半死，准备睡觉的时候，总有人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老人，大家以为是山里的小动物发情，或者是野猫野狗在叫。可是时间久了，大家都发现没有劲，这声音怎么每天半夜准时响起？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人的呻吟声？于是，有胆子大的、好奇心重的人就开始敏锐的观察。这个观察不要紧，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瓜。原来在大家都睡着后，刘涛会经常偷溜出自己的订阅里，钻进男主角兼制片人胡军的订阅里。紧接着，游泳里就会传出非常活跃的动静。我们古人说曲项向天歌，保养面被好事的媒体戏称为咏鹅事件。参与这东西，坟墓效果基本为零。挨敬德的工作人员半夜经常被吵醒，听得面红耳赤。
但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混的，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以都心照不宣，装作没听见。甚至还有传闻说，刘涛不仅去制片人的戏剧，偶尔还会导演那里探讨私科。总之，为了让自己的戏份多一点，为了能在这个大制作里出头，描绘的是让他尽了浑身解数。这件事在当年其实就被媒体爆出来了，但那是2003年了，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慢。很多吃瓜群众都想看看这个直播女主角到底长啥样，硬是把《天龙八部》的收视率给顶上了。满天飞的绯闻，刘涛采取了面对最聪明的公关策略——沉默。他不解释，不反驳，任由热度发酵。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这种默认的态度，反而让这波热度持续了很久。然而，刘涛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身边有个猪同胞。这时，我们的华妃娘娘蒋欣登场了。当时，刘涛和蒋欣却是娱乐圈养育出名的好闺蜜情侣，在《欢乐颂》里跟一个人似的，掏心组合炒得火热。蒋欣这人性格直爽，眼里揉不得沙子，但有时候直爽过头就是缺心眼。就在咏鹅事件被旧事重提，大家都在猜测那个 L 姓女星到底不是刘涛的时候，蒋欣坐不住了。于是蒋欣直接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有人在阴谋黑流，要为正义发声，不要伤害我的姐妹。这下好了，大家本来还只是猜测，毕竟没有指名道姓。蒋欣这跳出来辟谣，直接等于对着全世界喊话。没错，狗仔爆料的那个陪睡女星就是我闺蜜刘涛，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此地无银300两。网友们瞬间沸腾了，原来真的是她，连好闺蜜都出来认领了。这一波逆锤直接把刘涛推进了深渊。更尴尬的是，胡军老婆也不是吃素的。听到风声后，胡军老婆开始决到剧组探班，说是探班，其实就是查岗，专门追查这对武侠情侣，防止他们在戏外再搞出什么幺蛾子。在舆论的压力下，刘涛不得不出来解释。他对着镜头一脸无辜地说：“我从来没有晚上去胡军大哥的站立，我们对剧本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都在场上的。”他说这一切都是被有心人恶意剪辑、造谣流传出来的。但是有了蒋欣那个神辅助在前，刘涛的解释苍白无力。更何况蒋欣当时也在《天龙八部》剧组演个配角，他就是目击者啊！这件事之后，刘涛和蒋欣的关系彻底崩盘了。刘涛心里估计把蒋欣骂了1万遍，我不说话热度那么下去了，你非得跳出来帮倒忙。于是刘涛直接取关了蒋欣的微博。据说私下里彼此还大早了，曾经亲密无间的掏心组合彻底决裂。后来在各种活动上，即使是同台，也是全程零交流，连眼神都没有给对方一个，尴尬的都用铲子扣出3室一厅。而胡军这边为了给老婆安全感，也为了避避，也取关了刘涛。一段本来可能成为经典的荧幕 CP， 就这样在升降门和闺蜜插刀的双重打击下画上了句号。告别了胡军，刘涛的人生并没有停止折腾，他接下来的经历简直比偶像剧还狗血，那就是他和京城4少王珂之一的闪婚。贝尔故事的歌手听起来特别浪漫，王珂在电梯里或者活动上版本很多偶遇了刘涛，惊为天人。作为身价不菲的富豪，王珂身边的美女无疑很引人注目，但他偏偏就对刘涛着迷了。于是王珂展开了疯狂的追求。霸道总裁式的追求，哪个女明星顶得住？但这里面有一个尴尬的时间点，当时的刘涛其实并不单身，她有一个相恋多年的设计师男友叫李伟绰，据说彼此感情非常好，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甚至连婚房的设计图都画好了。但是在王珂的金钱攻势和猛烈追求下，多年的感情变得不堪一击。刘涛最终拿起了李伟绰的手，转入了王珂的怀抱。很多人都在南部联赛脊梁骨说刘涛就是个拜金女，是为了王珂的钱才抛弃了前男友。对此，刘涛后来的回应是：我当时不知道王珂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他是谁，我是真的爱他这个人。这话你信吗？显然网友们都听得直翻白眼。相识足20天，相当于就去领了证。此外，王珂斥资400万，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为刘涛举办了一场轰动全城的世纪婚礼。
婚礼上，刘涛满脸幸福，当场宣布我要退出娱乐圈，放心在家相夫教子，做个全职太太。那画面简直就是灰姑娘嫁入豪门的完美大结局。但是命运这时候给刘涛开了一场巨大的玩笑，这豪门阔太的日子还没有过热乎，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了，王珂的事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亿万身家化为泡影，还背上了巨额债务，从一夜跌落泥潭。这种打击让王珂彻底崩溃了，她开始失眠、头痛，脾气变得暴躁，甚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刘涛后来的节目里回忆，4年级的王珂在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还要靠药物才能入睡。有一天晚上，刘涛刚躺下，王珂像个幽灵一样走进房间，递给他一张离婚协议书和一张银行卡。这时候的王珂因为焦虑已经开始大量脱发，整个人都瘦得脱了相。他对刘涛说：“我不行了，拖累你了，我们离婚吧，这卡里还有点钱，你拿过日子。”这部剧情简直比琼瑶剧还虐心。这个时候的刘涛养成了他性格中独特坚韧的一面，他没有选择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霸气地撕掉了离婚协议书。当时她还怀着孕，挺着大肚子，一面照顾情绪不稳定的丈夫，一面面对债主的逼门。孩子出生那天，王珂因为精神过度紧张，直接在医院晕倒，口吐白沫，差点没救回来。刘涛是刚从产房出来，就得去急救室照顾老公，这种心理素质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为了帮丈夫还债，刘涛宣布复出。这一次，她比以前更拼了。据说她在短短几年内接了20多部戏，不管是主角配角，只要给钱就演。她是真正的拼命三娘。那几年，你打开电视，哪台都能看到刘涛。她靠着自己的血汗钱，帮王珂还清了几亿的债务。这一战让她彻底洗白了之前的拜金嫌疑，赢得了国民贤妻的美誉。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太天真了。娱乐圈的瓜永远只有更新鲜，没有最劲爆。就在夫妻俩喜发恩爱和睦，共同度过难关之后，网上又爆出惊天大瓜。有人言之凿凿地爆料，刘涛在广东有2个私生女。爆料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睛，说这2个孩子是刘涛早年和一位广东富豪生的，甚至连孩子出来在广州哪里上学，刘涛什么时候去开过家长会都说得清清楚楚。据说那2个女孩长得和刘涛简直是一个字模刻的。那为什么后来分开了呢？版本有2个，一个是说富豪发现了刘涛和制片人的那些破事儿，觉得自己头顶绿油，于是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去了国外。另一个版本更炸裂，说是刘涛和一个姓马的小鲜肉在野外打野战，被富豪抓了个鞭马，直接扫地出门。提到的野战，这不得不提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的一段爆料了。卓伟曾暗示有一位 L 姓的人妻女星特别喜欢和小鲜肉混在一起。最劲爆的一次是和一位已婚的小鲜肉在野外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网友们化身福尔摩斯，经过层层比对，很快就认识了嫌疑人刘涛和马天宇。因为他们在各种综艺和私下互动中确实非常亲密，经常发一些看起来有点越界的照片，甚至还有剧组人员爆料说刘涛在片场特别豪放，和男演员的肢体接触的非常多，时不时还会开一些尺度很大的玩笑，甚至还会讨论男演员的那方面能力。这些黑料真假虚虚实实。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敢于毁掉职业生涯的传闻，刘涛和王珂夫妇表现得异常淡定。他们没有发律师函痛哭流泪的开棺材，就是照常秀恩爱，照常上节目。这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心态，不得不让人佩服。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大风浪，这花边新闻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事儿。刘涛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性格？涉及贤惠隐忍，又涉及野性，这可能和他的破裂家庭有关。刘涛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普通家庭，家里孩子多，条件并不好。而且他的爷爷和很多老一辈一样，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刘涛的童年并不算快乐，甚至可以说有点灰暗。其中他要承担起照顾家里的重担，洗衣做饭，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通常有2种特质，一是特别能吃苦，二是特别渴望改变命运。好在他长大后发现自己有表演天赋，他想尽办法进南京军区文工团。在文工团的日子那真是苦，除了学习表演，还得种菜、挑水、喂猪。你没听错，现在的国民女神当年也是喂过猪的。
但大概正是经历过磨练了他的意志，他知道报表出人头地就得比别人的辉煌更多。后来他被导演相中，出演了《外来媳妇本地郎》，正式踏入演艺圈。再后来就是那部《天龙八部》，让他一炮而红。他这一路走来，其实就是在不断地抓住救命稻草。无论是早期的演戏，还是后来的嫁入豪门，或者是付出还债，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带着一个赌徒般的绝境。他太想赢了，太想摆脱贫穷和被人看不起的命运了。所以当有人说他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时，结合他的成长经历，似乎也多了几分可信度。在生存面前，有时候道德可能真的会被排在第二位。如果说前面的故事还只是凡人的爱恨情仇，那接下来的篇章就直接升华到了神界。刘涛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他拥有一个全娱乐圈的护身符——妈祖。在福建人眼里，只要刘涛不犯罪，他就是妈祖在人间的化身，能保他一生荣华富贵。这可不是开玩笑。今年是妈祖诞辰1065周年，刘涛连夜踏莆田湄洲岛，为妈祖送上生日祝福。当时湄洲岛还在下雨，结果就在仪式开始前5分钟，雨突然停了，天放晴了。刘涛一身粉衣，石上傲白珍珠，那仪态，那神情，简直就是神像复活。当时现场的肢体们都沸腾了。这就是女明星，这分明就是妈祖哪里显灵啊！去年在拍《妈祖》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剧组选了几个好女庙明星，但去妈祖制杯请示的时候，妈祖都不同意。直到刘涛知道了他要连续3次制出圣杯，直接被妈祖钦定。更玄乎的是，据说刘涛在试妆的时候，据说金光正好照在他身上，那种悲天悯人的神性让导演都看呆了。为了保佑顺利，剧组还专门请了一个妈祖像。刘涛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拜妈祖。导演后来回忆说，海上拍戏最怕天气不好，但只是刘涛的戏份，出现前一场狂风暴雨，下一秒就能风浪平静，甚至最危险的海上威亚戏，他一次过，顺利得不可思议。这部戏拍完后，刘涛的事业就像开了挂一样，不仅帮老公还清了5个亿的债，还拿到了手软。这在福建人看来，就是因为他演了妈祖，积累了无量功德。你可能不知道福建人对神明有多普遍。福建财团呢是生长明的有钱，而且他们一般不追星，除非这个明星是被神明选中的。据说只要刘涛去福建，不管走到哪儿，人都把他当活菩萨供着。但凡刘涛最初嫁的是一个福建人，她婆婆估计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做早饭，而是先给她磕3个头。在这个圈子里，其他女明星还在争奇斗艳抢 C 位的时候，刘涛已经混进了神明圈，细踢天庭编制，这就是维度的打击。任你黑满天飞，我有妈祖护体，你能奈我何？说到福建人，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群体。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你让福建人凌晨4点起来去机场接机爱豆，大街上估计鬼影都没有。但你要说凌晨4点去迎妈祖，他们凌晨2点就把路给堵死了。在福建，神明的地位，出海要拜，做生意要拜，巴西休假都要去妈祖面前评理。他们甚至给妈祖办了身份证，买了飞机票，让他能坐飞机巡游世界。这里面有一个很响的现象，福建人为什么这么有钱？除了敢拼敢闯，他们对运势和财库的讲究那是深入骨髓的。看刘涛，既然有了妈祖过滤，他的财运也挡都挡不住。这其实和福建人信奉的补财库理念不谋而合。在他们的文化里，人这一辈子财库是有漏洞的，你偶尔赚了钱，莫名其妙就花出去了，这就是有财无库。俗话说，有财无库难大富。福建的大老板们每年祭祖迎神，花几百万都不眨眼睛，为的就是修缮这个财库。他们相信，只有把财库守住了，钱才能留得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刘涛在替夫还债那几年，能像聚宝盆一样疯狂吸金。在玄学的角度看，他可能就是因为扮演了妈祖，无意中吸收了某种巨大的能量场，把自己的财库给补得充实当当。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什么手机背面的财库贴，其实就是这种文化的一种现代衍生品。当然了，大家不搞封建迷信，但这种心理暗示确实很强大。你看刘涛不管怎么黑他那个正宫娘娘的气场和吸金能力始终不减，这也许就是老祖宗智慧的一种体现。心有敬畏，行有所指，
财运自然来。她既是那个可能在生存里谋取机会不择手段的小演员，也是那个在危难时刻对丈夫不离不弃的烈女；既是深陷私生女谣言的绯闻女王，也是侵犯福建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妈祖代言人。娱乐圈就是这样，真真假假，虚实难辨，我们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明星们的人设和他们看到的真实的性格往往隔着108000里。不要因为一部剧就爱一个人，也不要因为一个黑料就彻底否定一个人。刘涛能走到今天，靠的绝对不仅仅是运气或者什么技术，更不仅仅是妈祖的保佑。他那股子狠劲儿，那样在泥潭里也能绽放出花来的生命力，才是他最强大的武器。至于那些咏鹅的故事究竟是有其事还是江湖传说，恐怕只有心里最清楚了。大家这些吃瓜群众看个热闹，听个乐呵就行了。那句老话说的，迪亚人既然不知道，不必己莫为。但也别忘了，在这个名利场里活下去，而且活得光明，才是唯一的真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了。你觉得刘涛到底是贤妻还是心机女？你相信妈祖护体这种玄学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别忘记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2012年年底重庆市一名正厅级官员被偷拍的性爱视频引爆了中国互联网，从而牵出一宗举国关注的大案，有奸商招募训练多名年轻女性，让他们色诱官员，并且偷偷拍下发生关系的全过程，然后呢，假装捉奸要挟官员，勒索金钱或者是工程项目，在这个连环仙人跳的犯罪游戏中21名重庆关键部门的厅处级干部中招屈从的官员们被迫进行利益输送，让这个色诱行动策划者的公司资产壮大到10亿规模。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真实写照，这是不可一世的官员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荒诞故事。咱们今儿就来聊聊当年山城的桃色陷阱是如何令官场现形的。2012年1月24号，重庆江北机场附近的一个小区，赵红霞登录的 QQ 滴滴是一个前同事的留言：嗨，你认识的雷政富出事了，赶快上网看新闻吧。赵红霞找到了新闻，打开一看，脑袋嗡的一下，那是一段偷拍的性爱视频。偷拍设备呢放在床头一侧，把男人的面容动作清晰地录了下来。男人40-50岁，已经谢顶了头，大脸宽左脸有一颗黑痣，特征非常明显。她就是雷政富重庆北区区委书记。正厅级女主角呢，大部分时间是躺着的，起身后也只能看到侧影。但赵红霞知道，那就是她自己这段视频引发了中文互联网的狂欢，就连 BBC 纽约时报也在追踪报道雷政富的相貌神态和女士的互动。被人们反复的揣摩、品评和嘲笑，还有网友掐表计时，雷政富从开始到结束只有12秒，因此把它称作12秒歌作为女士。主呢，赵红霞并不是第一。看到这条视频的就在此前一天，重庆纪委已经确认视频中的男主就是雷政富，决定免去他区委书记的职务，并立案调查。电脑前的赵红霞则向掉进到冰窟窿，为了逃避过去的噩梦，她隐姓埋名。刚过了2年安生日子，这个视频会不会被丈夫看到呢？雷政富被抓，会不会牵连到自己1岁多的女儿长大了后怎么跟他解释她立即约见了以前和自己角色相近的谭姓女孩商量对策，但是2个人都很迷惑，这事儿不是2009年已经被公安处理过了，还以为翻篇了。这视频当时已经被扣押了，怎么会突然流到网上去呢？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咱们还得从头说起。1982年，赵红霞出生在重庆开县，父母都是农民弟弟，残疾行动不便。赵红霞初中住校，把咸菜装满一罐子，这就是1个星期的下饭菜了，每星期5块零花钱。到寒暑假的时候呢，能攒下50块钱拿回家，春忙时在水田里弯腰插秧，双脚泡得肿胀。暑假呢，到地里摘花生，晒得脸蛋通红。妈妈看着心疼，想给她买件新衣服。赵红霞会说：“我就爱穿旧的。”她看到男孩会脸红，不敢说话。这个时候的她是典型的农家女，吃苦节俭腼腆。她成绩不算好，初中毕业后到技校上学，18岁那年进入重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工资不高，勉强够房租和日常吃穿。后来赵红霞跑去酒店短暂打工，也当过护工，甚至一度到广西加入了传销组织。那是2007年，赵红霞刚刚丢了工作，她病急乱投医，托一个在安利听讲座认识的朋友帮忙找工作。当25岁的赵红霞还陷在社会的泥潭中，为了温饱
正扎球生时，雷正富已经是重庆北区区长直辖市的一方大员了。那他们又是怎么相识的呢？雷正富出生于1958年，比赵红霞大24岁。他的家乡在重庆长寿县，距离赵红霞的老家呢有300公里。他18岁当了老师，随后用了30多年奋斗到北区区区长的位置。在下属眼中，他果断豪爽又想法，而且呢注重自身形象，在公开场合表现得亲民和蔼。无论是年龄阶层还是经历，赵红霞和雷正富都隔得太远了。两人之前没有任何的交集，以后也不太可能有交集。直到某一天，赵红霞遇到了一个叫萧烨的人。那天朋友在饭局中给赵红霞介绍了一个叫萧烨的人，他自称是香港华伦达公司重庆代表处的负责人。饭局上，他主动找赵红霞要了电话号码。2007年9月16日，农历8月初6，赵红霞生日那天，萧烨打来电话说自己公司的员工在聚餐，叫赵红霞到一家火锅店去吃饭喝酒。赵红霞呢，平时酒量不错，喝7、8瓶啤酒都不会醉。但是那一次他说自己只喝了1瓶多就醉了。萧烨的几个跟班扶着他到宾馆开房，进了房间。赵红霞说我想回家。萧烨的跟班说老大还有应酬，等下要过来。赵红霞迷迷糊糊的泛起狐疑，他过来干什么？想着想说呀，他就睡过去了。半夜，萧烨开门进来，拔赵红霞的衣服。赵红霞被惊醒，开始反抗衣服被萧烨扯掉了扣子。最终，萧烨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赵红霞回忆说，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很生气，但是萧烨说真的很喜欢他，会对他负责的，让赵红霞做他的女朋友。赵红霞呢，先是拒绝，但是很快就改变了想法。已经被迫跟他上床生米，煮成了熟饭，就同意以后跟他在一起了。他从前台要来针线，缝好了扣子，离开了宾馆。过了1个月，萧烨再次和赵红霞联系，见面得知赵红霞还没有工作，萧烨给了他5000块钱，说现在公司也挺困难的，亏了几千万，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这么仗义，让赵红霞很感动于是当晚那2人又去开了房。萧烨叫赵红霞到自己公司去上班，但是希望他们的暧昧关系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赵红霞每天拿着公司的宣传彩页到各处机关单位推销服装。小野经常诉苦说公司经营不容易，资金很困难，还说起一些官场上腐败的事。赵红霞听的是又担心又着急男朋友做的都是大生意，自己什么都不懂，怎么才能帮到他呢？他觉得自己很没用。有一天萧烨在办公室让弟弟严鹏给赵红霞播放了一段偷拍的性爱录像。严鹏就介绍说了，这录像里的男人呢是某单位的领导女人，是自己的老婆，陪这个领导睡觉之后给公司签了大单子。他说我想得开，我们现在有车又有房，还可以搞很多钱呢，铺垫的差不多了。萧烨对赵红霞就提出可不可以像这个女的一样去陪领导睡觉呢？然后公司就可以签到很多单子了。他说当我的女朋友就要帮我嘛，为了2个人的将来就应该这么做。赵红霞一开始不同意，但经不住萧烨的花言巧语，最终答应了这个色诱计划。他后来说我太单纯了，太看重感情了。而赵红霞和雷正富这2条原本不可能交叉的平行线，在萧烨的拨弄安排下即将相遇。到这儿咱们也该说说这萧烨了1964年生，人籍贯四川岳池县，本名严宗义。2003年呢，他在四川犯敲诈勒索等罪被判刑1年0.6个月，出狱之后他改名为萧烨，到重庆发展。2005年，岳萧烨和弟弟严鹏在重庆成立了香港华伦达服饰有限公司，主业呢是服装销售。哥俩的朋友许社清也加入公司担任人事部经理，此人也是这个故事中的关键角色。2007年下半年，他拿着公司的服装去卖，结果被偷了。为了弥补公司的损失，他就想了一个招，那就是偷拍地方官员的性爱视频，让公司跟更多的领导搭上关系，利用领导推动公司的发展色诱。领导那肯定不可能靠他们这3个大男人他们需要很多女人作为诱饵。许社清呢则招聘女孩要年轻要漂亮。新员工上班后他就变假称说肖老板呢是香港人，家里很有钱，8岁的时候被人抱到大陆养大的，长大后并没有回香港背靠家族的大树乘凉，而是留在大陆奋斗做生意。后来他的老婆和娃都在一场车祸中死了，一直单身一人。正是这么一个重情重义、坚强独立的人，打动了不明真相的赵红霞。而其他女孩呢，跟赵红霞的遭遇也差不多，先是被打动，继而被灌醉、被强奸或诱奸。萧烨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女朋友？没人说。
得清能够被确认的信息是他结过4次婚，现任妻子比他小18岁，也在公司上班，对外说是他的干妹妹，但很显然丈夫的色诱套路不可能瞒得过他。宵夜经常带着女朋友们陪领导吃饭唱歌，手把手的教他们跟领导套近乎。他给赵红霞弄来了伪造的身份证、学历证书，把她包装成大学毕业生还给她。女孩们买了工作手机，专门用来给领导发短信，内容通常是：领导您好，我是某某某，在某某地方见过您，对您印象深刻。我刚从大学毕业，没在以前单位上班了，也没在模特队培训，现在在华伦达集团上班呢。希望您有空出来吃饭，遇到什么周末节假日或者天气变化宵夜，也都会要求他们发短信。导您好，又是1周过去了，您工作忙吗？天气突然转凉了，请注意及时添加衣物。这些短信一般都是宵夜口述女孩们记录并且群发的短信的对象，都是党政干部，特别是单位的1、2把手。那么问题来了，普普通通的小生意人，宵夜是怎么拿到领导们的手机号的呢？这个又是许社清的功劳，他搞来了2本政府领导通讯录，渠道是重庆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名干部，此人曾向许社清借过3万元的高利贷，月息12%。后来许就告诉他，想通过官员找关系做工程，他就给许复印了7、80页 A4 纸的通讯录。用于偷拍的设备呢并不复杂，包括针孔摄像头 MP4 差不多烟盒大小一头。那连着摄像头再安装到女士提包里，就可以通过提包侧面一个黄豆大的孔偷拍严鹏现在办公室试了试，偷拍效果，又把赵红霞等人叫到宾馆教他如何打开设备，放到什么位置才能拍到人脸。开始行动之后小野发现这样子广撒网，领导们上钩的概率并不高，所以必须珍惜每一次机会。对赵红霞等女孩的任务，她布置得非常细致。跟领导见面后，只聊生活琐事，少谈工作。第1次见面时，要带上用于偷拍的手提包，让对方对包有印象消除。先前几次见面不能上床，要让对方感觉自己是正统女孩。开房的时候不要一起进酒店。2007年10月，重庆北足区区长雷正富接到了一个叫小雪的女孩的电话。小雪说自己是一个香港公司的运动服推销员，有好几次在一家4星级酒店见过雷正富，很想跟他再见面。雷正富回复说有时间再约。后来双方经常短信联系。2008年1月中旬的一天，小雪接到了雷正富的电话。这一次区长大人终于咬钩了，两人在渝中区一家茶楼见面。小雪自我介绍说她是重庆工商大学毕业的学生，老家在开县，父母都在深圳打工，自己呢在华伦达公司工作。雷正富也算是阅人无数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人向来好色，他有很多香艳的传闻，比如说包养美发院的老板把宾馆女服务员给捧成公务员。小雪呢让雷正富产生了新鲜感。这女孩的相貌虽然算不上美若天仙吧，但面容清秀，穿衣朴实，没有多少风尘气。总之印象不错，两个人聊得很开心。1周以后两人约在一个歌厅欢唱1个多小时。雷正富拿了1000多元让小雪去宾馆休息。小雪呢开了一个单人间，把房间信息发给了区长大人，在那2人发生了第1次性关系。这个小雪呢就是赵红霞。雷正富进房间之前，他把装着针孔摄像机的包包放在了左边的床头柜上，按下了拍摄键。结果宵夜觉得那次的拍摄不太清晰，让赵红霞重新约了雷正富。过了1周，剧情重演一遍 ，K 歌开房约会摄像。赵红霞记得雷正富走后，她用 MP4 看了看录像，这次拍的效果可以2008年的大年初一和情人节。赵红霞又2次约到雷正富，以过年的名义，区长大人也拿出5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赵红霞只收下了2张。情人节那一晚，在一家5星级酒店，2人发生关系后，洗完澡，穿好衣服，喝茶聊天，突然砰砰砰传来了敲门声。赵红霞打开门，闯进来2名男人，他们先是殴打雷正富，说居然敢搞我女朋友，然后呢又打了赵红霞，边打边骂，你他妈敢背着我偷人。雷正富此时还心存侥幸，他狡辩说2人只是朋友关系。没想到这个时候呢又进来了一个男人，自称是私家侦探，拿出一个类似于摄录机的东西，播放了一段视频，是雷正富和赵红霞之前在宾馆的性爱录像。这下雷正富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后来他一说他们做出一副要找我算账、凶神恶煞的样子，还在那手舞足蹈的，还说要把视频向社会公开出去。他完全乱了阵脚，竟然试图抢夺 MP4， 结果没抢到。
雷正富只好问赵红霞该怎么办。赵红霞在一边哭着说男朋友刚出狱，只听公司肖总的招呼，大约过了20分钟，肖总出现了，他把雷正富拉进卫生间，询问情况。雷正富说我是北区区长肖烨就呵斥了其他人让他们离开，然后呢递给雷正富一张名片让他放心，这个事情呢清楚了后头我再来处理，你可以先走，终于遇到了个文明人雷正富松了一口气，他给了肖烨一张名片，说非常感谢肖总过来，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他，还抱怨说你的员工太不文明了这个事情你要处理好，区长的气度似乎又回来了。肖烨自认为这个局设计得非常周密，在现场播放视频是要让雷正富知道把柄，被拿捏住了。有人冒充男朋友是为了让雷正富知道会有人不依不饶，而有人冒充侦探是为了不让雷正富察觉到视频的真实来源，所有人都是画冥币，免日后被打击报复。为了确保现场的效果，众人事前在宾馆和公司都搞了演习呢，反复排演机位台词出场，顺序捉奸雷正富的时候一个跟班，因为演的又凶又狠，获得了肖烨的表扬，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肖烨扮演的和事佬的出场做铺垫。肖烨认为从现场看对方相信我是可以控制住局面的，要让雷正富知道我不是设计陷害的坏人，而是消除视频威胁的好人，捉奸的戏算是演完了。肖烨迫不及待地让雷正富办事。第二天肖烨安排赵红霞反复地打电话告诉雷正富自己怀孕了，要把小孩生下来，要和他结婚。这下雷正富急了，立刻打电话给肖烨要他赶紧摆平，而肖烨要的就是这样的笑。果让雷正富主动来找他。不久雷正富接到了肖烨电话，称事情已经处理好了。晚上二人见了面，肖烨告诉雷正富他已经将 MP4 砸碎扔到了河里交玉。后来说他交出光盘用意是暗示视频的原始文件还在他手里，那是谈判的筹码呀。雷正富呢也不傻，当然不相信文件已经被销毁，但表面上又不装得很相信的样子，俩人心里都在打着小算盘。这时肖烨的话锋一转，说最近公司资金周转紧张，希望雷正富帮忙协调解决500万元。雷正富瞬间就懂了，他想搞我的钱了，用捉奸和性爱视频来要挟我嘛。不过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叫来区里的一位企业老总，说肖烨需要融资300万，老总呢很爽快，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借出去的钱既没有抵押也没有担保。这位老总事后对警方说，自己的企业在北各区雷正富关照过公司，这次算是回报。这300万是肖烨赚到的第一桶金，他还了20多万的信用卡账，又用了190多万买下了500多平米的办公室，还从雷正富那儿拿了总造价2600多万的3个工程以及一个2万平方米的安置房项目。其后肖烨承揽了大量重庆各区县的政府工程，一个濒临倒闭的服装公司。就这么在4年时间内发展成了一个员工600多人、固定资产近10亿的永煌实业公司。当然了，这不是雷正富一个人的功劳。根据官方调查，被肖烨做橘色诱的官员共21人，其中党政干部15人，国企领导6人。小小的针孔摄像头成就了大买卖。2009年，春风得意的肖烨突然被警方盯上了。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报道，雷正富一再被他敲诈之后，觉得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主动向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坦白。薄熙来指定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办理儿裁。经杂志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说在王立军主持下，重庆警方搭建了大情报系统，12分钟内可将全国13亿人查询一遍，4分钟可将全国在逃人员核查一遍。这个系统捕获了肖烨手机号和不少官员的互动信息，警方顺藤摸瓜，从而发现了这个桃色圈套。总之王立军已经手握案件线索。2009年底，他安排得力助手副局长郭维国查办这起敲诈党政干部的案子。他给出2个手机号，说是嫌疑人用于敲诈的号码。这郭维国就是后来办理尼尔海伍德死亡案中包庇博古开来的那个人。他手下的专案组办事能力很强，半个月时间就查明了一切，并迅速抓到了肖烨、赵红霞等人，缴获了视频资料和很多张光盘。郭卫国向王立军单独汇报案情。王立军说，案件重大涉及面广，影响极坏，得向市委市纪委汇报。他要求郭卫国赶紧把那些性爱录像交给他。郭卫国后来说，他不知道王立军到底有没有把录像上交。王立军在重庆市公安局主楼15层有一个档案室，抓人小辫子的材料应该都放在那儿，但后来谁都没有找到专案组。这个时候有些为难王立军对案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更要命的是缺少受害人的指控毕竟这些被偷拍的高
关大元谁都没脸承认这种事儿。专案组在搜查宵夜办公室的时候，除了性爱光盘和硬盘，还抄出了几枚假印章，他们只能以私刻印章罪进行追究。后宵夜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赵红霞被刑拘1个月。这个案子淹没在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中，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但王立军似乎才是案件的受益者。据财经杂志报道，在性爱录像交给他之后呢，那些深陷桃色圈套的重庆党政官员，不少人就成为了他经常召唤的对象，雷正富更是伺候。在王立军的鞍前马后，像是一个跟班。2010年6月，宵夜走出看守所，恰好在这个岳雷区长刚刚升任北涿区区委书记偷拍事件，并没有耽误他的事。涂宵夜给雷正富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已经回到了家里。雷正富回复说，回家是好事，好好过日子。这时候的宵夜日子确实好过他个人账户趴着200。30多万名下拆迁公司呢，有现金1000万，他给自己买了一辆价值250万的奔驰 S600L， 给妻子也买了一辆价值61万的奔驰。但是宵夜这人有一毛病，就是对手下的人太抠门了。赵红霞、严鹏、许社清等人呢，都算是为公司立了大功的人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才2000块，他们偷拍爱视频也没有得到额外的太多好处。从雷正富那儿搞到300万以后，宵夜只给了赵红霞4万块。赵红霞呢，也最终得知宵夜不只是和他耍朋友，公司很多女孩和他的角色一样，都是被欺骗操纵的工具人呢。他还得知当初宵夜在酒里下了迷药，从而跟他发生了性关系。其他的女孩也都是类似的遭遇照。红霞在内的几位员工心灰意冷，决定离开。他们从一张宵夜名下的信用卡取现8万元，赵红霞分得3万。总体来说宵夜布置的任务，赵红霞完成的是比较出色的。他参与色诱6名官员，除了雷正富，还有重庆市江北区常务副区长、重庆市政府金融办公室主任、重庆合川区区长、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重庆市教委主任，这些重量级官员帮助宵夜公司固定资产发展到10亿规模。但赵红霞总共得到的呢是7万块钱。亲兄弟严鹏也和宵夜闹翻了。宵夜曾经找严鹏借了30万，承诺挣到了钱就还，现在日子好过了，依然推3阻4，不愿意还钱。严鹏决定一拍两散，从各个家偷出了一张光盘他事儿。后交代这光盘后面都写着字呢，我只拿走了写着雷字的，因为我只认识雷正富，以光盘为筹码。严鹏也从雷正富手里拿到了2个工程造价800多万。2012年5月，因为没得到老板画的大饼，负责招募女孩的得力干将许社清也离开了公司，另起炉灶，还带走了几名女孩，想复制之前的商业模式。他甚至想让赵红霞去新公司帮忙教女孩们如何色诱政府官员，如何拍视频。这次赵红霞没答应，她换了手机号，找了新工作。2010年嫁给了一个体包工头，生了个女儿。她以为过去的一切已经翻篇了。2012年夏天，许社清在家里头翻出了一个 U 盘，里面是雷正富的性爱视频，那是他以前偷从宵夜的电脑上拷贝的。他想到老板那些化为泡影的承诺，什么卖别墅、买宝马、送股份的，恨意难消就产生了报复宵夜的想法。他觉得如果掀翻了雷正富，不就等于搞垮了宵夜吗？通过河南老家的一位朋友搭桥，他在北京的一家餐馆见到了记者朱瑞峰，对方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名叫人民监督网的网站。雷正富的不雅视频又被拷贝到了朱瑞峰那里。11月20日下午16点41分，朱瑞峰把雷正富的性爱视频发布到网上，瞬间他的网站就瘫痪了20多万人同时在线。他赶紧又上了8台服务器、16台服务器同时运行。朱瑞峰告诉凤凰卫视记者，曾有人打电话来替雷正富求情，那人称是北京糖果 KTV 的老板，叫侯军。他还把朱瑞峰的家庭住址发了过来，显然是一种威胁。而雷正富呢，也亲自打来电话向朱瑞峰苦苦求情。那现在我们来听听当时这个雷正富和爆料人之间的一段对话。你那个资料不该上网就不要上网了，如果上了什么网你不要取下来了，好不好？是不是兄弟有没有那个情况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通过编委会已经研究了 font。你哥哥们你怎么这样啊？就说要谈赛还要谈赛，那个编委会嘛，你是主编赛对不对？你怎么咱们兄弟怎么这样？是吧？哈哈，你既然要认这个兄弟的话，那我不找别人，我要找你，好吧？好不好？那就
拜托你哈，现在咱们既然兄弟一场，我知道这个你不是以我为敌的，也不是想整我的，是不是想结交了个朋友？那你就应该把那些事情处理好，对不对？你总要赢得哥们儿的信任嘛，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他得那就拜托你哈，这个抓紧把它处理好，好不好？春节过后见，说一堆的，拜托你。好，就这样吧哈。好，但是一切都晚了。这天恰好是重庆市新的市委书记孙政才到任，重庆官方很快决定免去雷正富北池区委书记职务立案调查。从视频流出到官宣免职，只用了63小时，作风问题其实不足以受到司法惩罚，但不可避免的雷正富的经济问题藏不住了。2013年6月19日，他被押上法庭，检方指控中，雷正富最大的一笔受贿就是他协调给宵夜的那300万借款。雷正富呢辩称和赵红霞是恋爱关系，耍朋友而已。他还说自己错找了一个女人，愿意承担党纪政纪处分，但坚持不认为构成犯罪。庭审中他表现得很平静，时不时仰望天花板，还2次往后靠着椅背，像是坐在班椅上，被法警当即纠正。最终雷正富被判刑。2024年1月，有媒体求证后披露雷正富获得刑满释放，雷正富的性爱视频引发的巨大反响，让许社清开始害怕。他把视频从 U 盘中删除，又把 U 盘砍成几段包在纸里扔掉，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视频流出第3天，重庆警方将宵夜、许社清、严鹏照、红霞等人刑拘，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宵夜有期徒刑10年，许社清4年，严鹏3年6个月，赵红霞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赵红霞在看守所时，对律师说老公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怪只怪我和他晚认识了几年，他请求公众给他的家人一些生活空间。他说我自己做的事，一个人承担，恳请看在娃的面上，千万不要公开老公和娃的相片，他们太无辜了。事件发生后，赵红霞的丈夫不堪其扰，每天不是不敢出门，就是不敢回家，精神几乎要崩溃。他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小女儿还不满2岁，每天都在喊妈妈，非常可怜。对于之前的经历，丈夫说赵红霞呢文化不高，有些想法很简单，没什么，心机过于轻信别人了，但是我们2口子的感情一直都很好。他很气愤的是，赵红霞与那些官员的事，2009年就向公安机关交代过，却迟迟没有处理，这才导致后来的家庭悲剧。确实，重庆警方在2009年就侦破了这个案子，但是并没有对偷拍的党政官员、国企高官进行询问和追责他们的仕途。没有受到影响，不少人还升了官。2012年事发后，重庆官方信息显示，被色诱的一共有21名厅处级官员，其中一部分人被处理，还有一部分名自受处分情况并没有公布在被处理的官员中，有的只是党纪处理，依然是国家干部，甚至能继续享受此前的职务待遇。南方周末的记者在2024年发现，有的官员仍然活跃在政坛。在这场官员性爱视频引发的网民狂欢中，赵红霞是最吃亏的那个角色，她失去了基本的隐私。关于她的段子满天飞，人们调侃她是反腐英雄，好奇她有怎样的魔力能吸引那么多的厅处级官员。赵红霞当然不是无辜者，她已经为她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她只是一个工具人，在所有的环节中，他是最弱势的那一环。在这个由金钱、权势和欲望编织的陷阱中，他甚至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而吃瓜群众的娱乐狂欢中，他最后成为了被消费的主角，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